最近，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突然发来消息，说自己升了职，换了城市，整个人像脱了一层皮。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在一切好起来之前，经历了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朋友少了，脾气没了，连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变了，像给人生做了一次大扫除。我听完很是认同。命运若想给你更好的，总得先把那些旧的、坏的、不合时宜的收回去。这不是惩罚，是清场。人在转运之前，往往都要经历这样一场悄无声息的清场。一、清理圈子。社会学上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圈子的极限。如果你身边的人终日沉溺于推杯换盏的喧嚣，热衷于家长里短的八卦，习惯于互相抱怨的负能量，那么你的人生也必然被这些琐碎占据。人很难逃脱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因为人本身就是环境的产物。转运前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清理圈子。美籍华裔女演员刘玉玲早年闯荡好莱坞时，身边总有一群人拉着她参加各种社交，在派对上混脸熟，试图用所谓的人脉来填补实力的不足。大家在纸醉金迷的生活里沉沦，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起初，刘玉玲也深陷其中。可时间久了，他发现这些所谓的人情往来，除了消耗精力，让他陷入更深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之外，毫无用处。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远离这个圈子。他不再参加无意义的聚会，不再听那些丧气话。他把所有时间用来打磨演技，练习拳击、舞蹈，甚至学习日语和柬埔寨语。多年后，他凭借电影《杀死比尔》惊艳全球，在好莱坞彻底站稳脚跟。作家苏曾说，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若他们走不进你内心，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删掉那些只会抱怨、消耗你能量的人，远离那些尔虞我诈的关系，放下那些可有可无、勉强维系的交情。当你把这些人请出生命，你会发现时间充裕了，能量也回来了。二、清理情绪。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人的情绪系统就像一个花园，愤怒是疯长的野草，悲伤是凋零的落叶，焦虑是蔓延的藤蔓，恐惧是躲在暗处的虫子。如果任由它们野蛮生长，花园很快就会荒芜，再也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所以，在运气转身之前，你得先拿起锄头，把这些负面情绪连根拔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斌在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分享过一段经历。大学毕业，何斌在一家机关单位工作，因为年轻不明世事，很快就让一位领导不高兴，并在工作中被故意刁难。有一次，领导和何斌单独谈话，年轻气盛的他忍不住又顶撞了领导。不久后，领导采取行动，把他调到一个刚成立的临时性机构编写现实，实际上就是流放。当时24岁的何斌顿觉前景暗淡。后来他偶然听说国家有一个律师资格考试，于是他找来资料，别人喝茶他看书，复习3个月，考取律师资格，后来又考上北大研究生。通过这段经历，何斌对毕业生们说，人生总有失意的时候，不要被负面情绪包围，不要去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失意时，你要耐得住寂寞，不放弃，不懈怠，寻找你的机会。一个被情绪主宰的人，既做不出清醒的判断，也接不住命运的馈赠。清理情绪，不做情绪的奴隶。当坏事发生，允许自己难过5分钟，然后立刻抽离出来，问自己，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一个情绪清澈的人，运气永远不会太差。
因为好运最喜欢拜访那些内心平和、笑容温暖的人。3. 清理杂念。法国思想家斯蒂格勒说，当代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注意力危机，数字技术将人类变成多任务处理机器，却让专注能力濒临灭绝。如今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手机里的各种推送，身边人的各种成功，都在不断扰乱我们的心神，让我们产生各种杂念。年初立下目标，要深耕一项技能，可刷到别人做自媒体赚钱，立刻跟风注册账号。刚学了几天剪辑，眼看身边人考公上岸，又慌忙买资料备考。很多人迟迟不能转运，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杂念太多。想做的事情太多，精力被无限分散，每一件事都浅尝辄止，没有一件事能做到极致。在这个时代，专注能力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也是普通人逆袭最大的杠杆。我曾看过作家渡边淳一的一则轶事，他年轻时立志成为小说家，但内心充满顾虑。我写出来会不会没人看？现在开始写是不是太晚了？我有没有这个天赋？这些念头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让他迟迟无法下笔，内心痛苦不堪。后来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内耗，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不想别的，只管写，每天无论多忙多晚，必须写满4000字，不写完不许睡觉。他清空了所有关于结果的杂念，只专注于写这件事本身。不久后，他的处女作问世，一炮而红。人这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学会清理心中的杂念，放下无关的干扰，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好运不过是专注的另一个名字。从今天起，做一个专注的人，认准一件事，然后沉下去，扎根生长。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曾经傻傻坚持的自己。4. 清理认知。圈子、情绪和杂念清理完毕后，最深层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清场，是清理认知。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无法突破困境，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认知受限。墨守成规的认知就像一堵无形的墙，困住了我们的人生，也阻碍了转运。尤其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认知里，就很容易被时代淘汰。乌镇有个做传统零售的老板，生意做了20年，凭借丰富的经验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当电商浪潮袭来，传统行业受到巨大冲击，他的生意一落千丈。起初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传统经营模式，认为老办法最可靠，甚至试图用更低的价格去硬扛，结果越挣扎亏得越多。直到有一天，他彻底放下过去的成功经验，承认自己的认知过时了。于是他开始主动学习互联网知识，研究线上运营模式，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经过1年多的努力，他成功实现了转型，生意逐渐回暖。固守旧地图，永远找不到新大陆。把那些僵化的、过时的、狭隘的认知统统清理出去。不断阅读，不断实践，不断更新思维方式，保持空杯心态，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当你的认知边界被拓宽，你会发现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生活有更多的精彩。所谓转运，不过是你的认知匹配上了时代的红利。人生就像一间房子，只有定期打扫、清除杂物，才能容纳新的风景。如果你此刻正经历着关系的断裂、情绪的崩溃，或是认知的颠覆，请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恭喜你，你正在经历一场盛大的清场。这是命运在为你腾出位置，准备迎接那份属于你的巨大的好运。当你完成了这场彻底的清场，那些期待已久的好运都会在不经意间悄然向你奔赴而来。